金光善果真是千年的老狐狸成了精，这钥匙竟然藏在毒液里，若真伸手去拿，手还要被伤着。忘机，你以后学着点，千万别着了这些人的道。蓝忘机望着地面冒气的白烟，也有点震惊道：这个空酒坛子藏在装满酒的酒堆里，想要找到已是十分不易。自己若非意外，一起搬那么多酒，确实易被忽略。等察觉到不对，再去找那空坛子，也是如大海捞针一般。金光善在这种情况下，还能想到用毒液泡着钥匙。祁阳低下身子，撕下一块衣角，用衣角将钥匙包裹了起来，然后递给蓝忘机。蓝忘机接过钥匙，刚想直接用手触碰钥匙时，改成用布料握住钥匙头。咔嗒，酒堆后面缓缓开出了一扇门。同时，一股腐臭味也传了出来，和空气弥漫的酒香混合在一处，形成了一种新的令人作呕的味道。蓝忘机凝住心神，祁阳环顾四周，小心翼翼地走入门后。昏暗的室内摇曳着微弱的火光，两旁是一座座特殊材料锻制而成的牢房，里面是一具具散发着恶臭味的尸体。祁阳悄无声息地走到一间尸体比较靠外的牢房。祁阳从怀中掏出一把短笔，拂去遮挡面容的蓬垢的头发，正要抽回之际，尸体猛然张开大嘴，朝着祁阳的手咬去。好是走尸！祁阳赶忙后退一步。走尸的嘶吼声仿佛一个信号一般，两旁本是横七竖八躺着的尸体纷纷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伸出腐烂的双臂朝着祁阳抓去。听到声响的蓝忘机也从外面跟了进来。里面的场景对于蓝忘机来说熟悉又陌生。熟悉的是之前在陈家村见识到的就是这样状态的活尸，陌生的是他们此刻都被圈养在暗无天际的牢房里。前辈，他们有些是活尸，有些是走尸。活尸？你能分辨出哪个是活尸？祁阳诧异地看向蓝忘机。活尸和走尸唯一的不同是成尸前，都成尸后较难区分，因而一律称为走尸。如果是活尸，便可以通过化解怨气度化，而走尸只能靠武力镇压。对于修士来说，还是会有所区别，毕竟度化为上，镇压为下。蓝忘机走到一座铁笼前，对着祁阳说道：前辈，活尸的颈部会有明显的肿胀，其四肢灵活度远高于死后形成的走尸。我之前在陈家村见识到的就都是活尸。祁阳微微皱眉，如果真如蓝忘机所言，金家将这些走尸困在此处有何目的？走廊的尽头忽地传来一阵子铁链碰撞的声音，祁阳扫了眼旁边的走尸，似乎并没有反应。蓝忘机看着幽暗的长廊，右手握着臂尘，缓缓走去。牢房里的走尸不断地嘶嚎着，幽暗的环境更是增添了几分恐怖。随着两人不断地走近，无尽的长廊也渐渐能看到了尽头，镣铐声愈发清晰，同时响起几声类似野兽的低吼声。祁阳不动声色地将蓝忘机护在了身后。蓝忘机微愣住，但很快回过了神，屏气凝神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事。微弱的灯光下，一个人被牢牢束缚在铁架子上，长长的头发遮挡了面庞，裸露的皮肤上有着刀伤，像是被人放过血的样子，但整个人散发着的却是腐烂臭味，没有丝毫的血腥味，颅骨处还有几处凸起的地方，像似被打入了什么东西。这人应该是生生折磨致死，又被炼化成尸。蓝忘机微微侧头，这个人似乎有点眼熟。祁阳轻车熟路地将遮挡面容的头发理到一边，一张熟悉的脸庞映入眼帘。温宁，他是鬼将军温宁。这个不行，我要的是毒蛇。你给我的菜花蛇。这是无毒蛇。一名女子手里捏着一条蛇的蛇头，指着蛇的毒牙说道：燕儿姐，现在蛇都才冬眠结束，没那么快出来。金家一名修士陪笑道：这条蛇我们还找了好久才找到的。金烟将菜花蛇盘到自己的手上，又从一个酒坛子里掏出一只蟾蜍，放在地面上。金烟看了看手中的蛇，又看了看那蟾蜍，犹豫半晌，还是将菜花蛇扔到蟾蜍面前，给他做个加餐。练武场，这出戏我给足你们时间了，到此结束了。金光善打破双方的僵持，定音道。金光善拍了拍手，手下之人将奄奄一息的秦苍叶扔到了地上。金光善只是淡淡的瞥了金光瑶一眼，其中意味或许只有金光瑶才能知道。昨日秦宗主无故伤我，我那大人不计小人过，
给他留了一个口气。若是其他人再把我金家当成随意叫骂之地，别怪金某手下不留情。散了吧。金光善从座位上起身，眼角带着胜利的笑意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蓝启仁看着颠倒黑白、厚颜无耻的金光善，气到胸口直发闷。蓝曦臣看了看面色不佳的众长老，差点心梗的叔父。姑苏蓝氏至少要做出表态。我姑苏蓝氏与兰陵金氏从此断交，不再往来。蓝曦臣相当于亲自断了与金光瑶的联系，从今往后蓝家与金家不再有情分，遇见金家鬼修杀。聂明觉从座位上起身，操控着霸下径直朝着金光善砍去。金光善身边的鬼修迅速反应拦截了下来。从今往后，我清河聂氏遇金家鬼修杀。